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别让心灵漏电啊。有时候我们手机要充电啊，但怎么充就是充不饱，因为电池的蓄电功能减弱了。行动电源也是一样啊，明明电充饱了，但拿来充手机的时候呢，充没几次就没电了。那平板电脑也是一样，明明电把它充饱了，但是没多久就没电了，因为电池已经旧了啦，充电效果也退化了啦。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要面对的现象。那汽车跟机车也是一样啊，在汽油快用完之前呢，都会先亮灯警示我们提醒我们该去加油了啦。那我们也都会赶快去加油。所以路上车子虽然这么多啊，但我们很少看到汽车或机车呢，因为汽油用完了或没有电了，而在路上推车的画面呢，很少看到这样子。因为我们大家都懂得要防范跟避免这样子的一个困境产生啊。汽车、机车、油电车或电动车都好，都要确保油箱里面的油也好或电池也好呢，都能够保持很好的状况啊，这样呢才不会让我们车子开出去之后呢在马路上呢出状况啊。其实一辆车子要能够正常的跑动啊，也不是只有说不能缺油跟缺电而已啊，其他大大小小的零件都必须处在正常状况才可以啊。手机、电脑、机车、汽车等等都会面对这些的问题啊。那人何尝不是如此呢？以人体来讲啊，随时有在闻法，就是随时在充电啊。那心中有入法，就是法身；心中不入法，那就是肉身啊。心中有法，才会有法度啊。叫有法度啦，那心中没有法，就会没法度啦。那有些人呢，明明有在闻法，但却用不出来啊。这个叫做入心有余啊，入行不足啊，这样就是有漏。那有在充电但电漏掉了，所以有漏了。那也有一些人呢，有在闻法也能随机的权巧用法，不但用的恰到好处啊，还能够起妙用啊，这样就是无漏。所充的电没有漏掉，所以是无漏。同理行善布施之后呢，能够三轮体空无所求啊，那这个叫做无漏功德啊。那布施之后很在意别人有没有赞叹我们，有没有恭维我们，或为了求功德而去行善布施啊，那这个叫做有漏功德啊。所以有漏跟无漏呢，差一个念头就差很多了。心灵有在充电，但是要用的时候却发现电漏光了，造成无电可用啊。那这个就好像明明有在闻法，但碰到问题的时候却拿不出一点办法。就好像呢，上了战场才发现那个枪里面没有子弹，这个不只是糟糕而已会很要命法譬如水这才叫做法水。法水就好比是水塔里面的水啦。日常生活中呢，我们时时刻刻都在使用这些使用水嘛。但如果没有随时储备或节约使用而是让它耗损漏掉，这样就会造成枯竭，而面临无水可用的困境。相反的，如果时时注意储备，并适时的补充，这样就能让我们法水或饮水呢不予匮乏了这样就不会水到用时方恨少也不会法到用时方恨少或者是电到用时却缺电
那这样就会造成生活的危机嘛。那这个相信大家都有经验的那其实呢，我们还有一种经验呢就是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注意力呢无法集中或辨识能力的下降那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做起事来好像是力不从心很吃力。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懂得暂停一下，就好像呢球队在比赛不管是篮球或棒球都好啦那碰到低潮的时候呢，教练就会懂得怎么样适时的叫停来舒缓球员的情绪道理是一样的。这个时候就不要一味的坚持下去了那就是跟自己过不去那其实我在准备我们这个直播内容也是一样有时候静静坐在那里，没有灵感就是没有灵感的，苦撑下去或坚持下去呢，都无济于事，只是在浪费时间，所以没有什么好坚持的但是如果是在早晨呢，那就不一样了早晨就不会有这种现象。为什么？因为刚睡饱精神百倍思绪清晰这个时候心智的能量很充沛，电力很充足嘛，所以灵感特别好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呢都要自己去找出一天里面呢灵感最充沛的时间点，那个时段找出来，然后加以利用这样才会事半功倍嘛。所以不只是钱要花在刀口上连时间都要用在刀口上这样时间就变成黄金了。相反的，精神不济的时候不赶快休息充电，还勉强苦撑这样时间就变成沙石很有道理做累了要休息，或生病了要治疗，这个是人之常情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那一般人都是这样在做嘛。但是如果能做到预防生病或预防让心不累，那即使身体会累，也不能让心累那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人是高一等的人生病之后看医生，那个是治疗；还没生病之前就去看医生，那个叫做预防那预防胜于治疗，这句话大家都会讲但是呢，讲归讲要做的话不一定做得到我们常常在生病或生累身体的生生病或身体的生病或生累之后呢，感觉自己呢心有余，但是力不足那希望借着短暂的休息或充电，为的是要走更长远的路嘛。那这个也是一种身体的自然法则是没有错的。可是还没有累就想休息，这个叫做懈怠。所以有时候呢，休息是有些人即将懈怠的借口这个就变成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因为可能不是身累，是心累了因为一旦慢下来或停下来，会让我们的脚步无法再快起来了这个就像什么军队的行军一样走得再累也只能够慢下来或暂停下来，顶多还可以稍微坐下来一下，但绝对不能躺下来，因为一旦躺下来就很难再站起来了，就会瘫痪在那里了，瘫在那里了。这个有当过兵的人应该都有这种行军的经验这个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人生碰到挫折也是一样，可以蹲下去，但不能倒下去，因为倒下去就很难再爬起来了跟刚刚行军的那个道理是一样的。其实有时候呢，我们工作做得很不开心或很不如意这个时候要的也可能不全然是需要静下来休息，不是这样子，而是要转换工作情境。因为转换工作情境，它就是一种休息的，它也是一种充电。其实讲这也是妙法不是静下来休息，去动也是一种休息
就好像有些人白天上班已经很忙很累啦，下班后他还要去学插花，晚上学茶道或去运动场健走，不止早上晚上下班后或去健身房的健身，甚至到夜间球场打网球。以前我也是这样子下班后晚上去打网球那有些人难得周休2日，就还安排时间去参与资源回收的工作嘛。也有些人利用周末日的休息时间呢，在院子里面修剪花木啦，更有些人呢利用周休2日呢，顶着大太阳挥汗如雨去打高尔夫球那不是说上班已经很累了吗？为什么下班或者休息或者假日呢还要做这些事情呢？因为这个就是在转换情境，就是另类的休息也是另类的心灵充电它甚至可以让我们达到舒压的效果。转换工作情境就是达到转换心境的目的这样就是一种休息有时候呢也可以让身体放松并安静下来，沉潜下来，静极清晨什么事都不做，这个叫做以静制动看起来是休息，其实是修而不休也就是以时间换取空间这已经是一种不简单的心灵功夫了然而有时候也不是静下来就能消除疲劳的而是需要转换工作，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活动，来让身心灵呢获得愉快进而达到另类的休息的目的嘛。刚才我们前面讲就是这个嘛，下班后去做自己喜爱做的活动因为心情调整好，做起事来感觉才会好所以方法它不是死板板的。那不管是用哪一种方法有一个道理是一成不变的永远不变的就是要边做边充电，不要做累才充电。这句话是平凡浅淡但道理深邃如果是心已经疲惫了，则不是靠善心就能恢复精神跟体力的，而是要靠调心一旦心烦或心累，即使躺在床上不做事，都感觉很烦很累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验这个就好像汽车电瓶漏电电池再怎么充电，引擎再怎么好，也是无法发挥冲刺的力量那人就像车子你要持续跑动，每天持续要工作就要分电盘随时发挥边跑边充电的蓄电功能嘛。一旦没电了或漏电了，的车子就无法开动了虽然还可以经过再充电起跑但已经造成了我们很多的不方便跟困扰了嘛。因为困境已经产生了嘛，那这个会浪费我们很多时间，因为你要在车上你要在路上推车子那还要找加油站或充电站但是我们都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一旦发生，那真是很尴尬也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谨慎看待审慎处理不让这样的问题发生引擎跟电池对于一辆车子就好像心脏跟心灵对于一个人只是身体劳累不必靠出外散心他只是需要足够的休息跟睡眠如果身体劳累的话靠的就是休息跟睡眠就好了他就会自动恢复甚至睡得少也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要睡得好，睡得少又睡得好这个不简单，这个是要有修炼的人才能够做得到一般人还是很现实的，至少要有6到7个钟头的睡眠嘛，才会睡得好嘛。所以可以没吃饱，但不能没睡饱，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乱梦跟噩梦连连那这样的睡眠就好像漏电的电池一般
冲得再久也是徒然呐，睡得再久，醒来还是疲惫不堪呐。因为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呐。就是说休了，我们大家还有一种经验就是什么？休了一个很长的假期啊，原本以为自己的精神可以神清气爽啊，回到工作岗位啊，但是没有想到越休息反而越累哦，还要花很大的力气恢复专注力啊，收心呐，很难收心呐。相信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呐。即便已经睡饱了7、8个小时，起床后呢，还是感觉非常的疲惫。有专家就指出了，很可能是我们休息的方式出了问题啊。因此呢，休息啊，它不是等着放假了才要去关注的议题哦，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工作中呢，就应该要刻意去练习的。除了刚刚我们讲的转换工作情境就是一种休息之外呢，最现实的是每天要睡饱6到7个小时嘛，这是人体最基本的休息原则嘛。但是现代人常常时间不够用，当我们没有时间休息的时候呢，有些人他就会靠什么喝咖啡啊，来阻断这种疲惫感啊，来提升自己的精神啊。很多人不是喜欢喝咖啡提神嘛，就是这样子嘛。那其实这样子，身体已经累了，但是你不去休息，而靠喝咖啡呢，这个已经是变相造成生理休息的赤字不断增大，这就是压力。那压力就是心理无法得到休息的罪魁祸首啦。压力没有疏解的话，这对我们人体是很严重的。不做事都很累的嘛，因为压力嘛。那睡得好就是让身体充电了，做的欢喜就是让心灵蓄电，因为做的开心才会继续做下去啊，做的不开心就不想来啦，这是人之常情嘛。因此一边充电还要一边蓄电，充过之后还要继续把它储备起来，不能让它漏掉，漏掉就没电啦。这个是为什么车子的设计是边跑就边充电嘛，还要边充电边蓄电，它有蓄电盘呐，道理在这个地方啊。不过时代不一样了现在研发的电动车就不是边跑边充电了而是边跑边耗电了。刚好相反啊，等到你电池都耗损完了就要去充电站充电了，或者回到家里，所以有开电动车的人家里要有充电因为电动车无法蓄电，所以电动车是另外一种情况了总而言之汽车是这样子啦，用汽油的汽车是这样，那人的身心也是一样啊。其实真正的休息不是说躺在那里不动或者到风景区游乐区去人挤人人看人车挤车这样漫无目标的忙碌只会让身体的更累那如果以这种方式忙着休息还说不累不累那不是身体不累而是心情很好啦。因为心情好嘛，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不会感觉累这个就是什么？身累心不累，还很开心。我们可以看到每次碰到连续假期啦那高速公路也好啦，风景旅游区也好啦，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我们看电视新闻画面都觉得好累但是还是这么多人，虽千万人吾往矣明明知道会塞车，还是去，乐此不疲为什么？因为一家出游也是天伦之乐心情好得很。虽然身体很累，塞车也会很累，但是很开心，所以身累心不累所以如果是身体生病了那不但要强迫休息，还要接受治疗，就好像车子故障了就要进维修厂一样嘛。然而一旦病治疗好了，就要继续发挥身体的功能去做公益去利益众生
就好像修理好的车子、维修好的车子，还是要让它上路啊，继续跑啊，不是把它放在车库里面的都不用啊，不是这样子啊。举个例子啊，20多年前啊，我家师姐因为大脑里面长了一个脑下垂体肿瘤啊，在花莲慈济医院动手术，治疗了2个礼拜啊。那要出院前几天呢，证严上人呢来病房探视啊。那时候我心里想啊，上人一定是要来问候我家师姐啊，要她出院后多多休息啦，啊，不要做得太累啊。结果让我感觉到错愕的是什么？上人在临走之前叮咛我们说，现在身体好了，回马来西亚之后赶快再做。上人是用台语讲啦，赶紧过做。我听得一头雾水，十分不解呢。这个是大手术刚痊愈呢，元气都还没有恢复呢，那怎么会叫他赶紧过做呢？他这个体力能够赶紧过做吗？所以上人这句开示我十分不解。我觉得应该要讲什么啊？你的动手术大病初愈啦，回去后如果要做志工要做慈济呢，也是要多多休息啊，让元气恢复啊。这样讲就比较合乎常理嘛，也比较见人情嘛。但殊不知啊，上人这一句“邓体光阴不走，回去赶快再做呢”，听起来虽然有点不近人情，但却是玄机一句啊。因为哪里知道出院后的第4年啊，一位懂得命理的高人啊，在一个聚会里面告诉我家师姐啊，他说：“你去年有一个很大的生死劫，但因为你这几年在马来西亚做志工，帮助很多人，也救了很多人，所以你是以你所造的福业去转你的恶业，重业轻报，轻业化无。”我家师姐打电话跟我讲，我一听恍然大悟，原来其中必有缘故啊，其中必有缘故啊。为什么？如果不听上人的话，赶快再做，赶快去执服，就会来不及。而应验呢，命中注定的这个结束，也就是定数啊。然而，证严上人预知我家师姐未来的姻缘呐，口气没有强调这句话是轻描淡写的提醒他哦。然后等去赶紧个走，听得进听不进，那这个要看个人的因缘的啦。听不进的人就应验了。这个3年后呢，有一个生死劫啊。听得进的人呢，你就会照这样去做啊，那就会赶快预知来世福啊。那这个就是在什么创造变数嘛。所以虽然说人生很多事情是命中注定的，那是对一般的人而言呐，对修行人或行善之人的命算不出来的啦，因为他一直在累积善业啊，一直以善消恶啊，这个就是变数嘛，有在变动嘛。了凡四训里面的主角啊，袁了凡啊，他的故事就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这个赶紧过走这个道理懂了之后呢，还不够哦，你已经赶快在做了不是吗？那接下来还要懂得什么？边做边充电啊，充电之后还要能够有效蓄电啊，这样才能随时蕴藏着蓄势待发的动力，随时保持着克服困难的愿力。那做累才充电呢，就会怎么样？乏力在先，那危机在后嘛。这个时候呢，困难、挫折、烦恼、忧愁，就随时趁虚而入啦。我们就会随时丧失重新振作的力量啊，就好像车子没电在路上，刚刚讲的一样的道理啊。想要让车子安全顺利的起跑，就要随时检查这个车况是否处在正常的运作功能啊。同理啊，我们人要能够如意自在的生活，或活出信心与力量，也是要随时检视我们的身心状况
是不是完全充电呢？都充得饱饱的呢？跟检视车子一样嘛？对，要确保我们的身心灵呢不漏电啊，我们才会越活越有信心啊，越做越有力啊。我们平常工作很忙碌啦，生活也很紧张啊，因此精神就不能再紧绷啊。所以舒压不是久久一次啊，而是分分秒秒都要能够自动舒压，不让它累积的，不累积压力的意思啦。一有就自动释放舒压。这个道理就好像什么，分分秒秒都在祝福自己啦。而不是1年1次2次靠别人的嘴巴来祝福我们，久久一次，不是这样的。也好像汽车，它在跑就自动充电、自动蓄电嘛，这个是让它变成这个很自然的事情，不是很刻意的。好，所以每个人都应该拥有情绪的出口啊，随时都要有情绪的出口啊，不是情绪累积到一段时间的，然后爆发出来，不是这样子，随时，那就是什么？平常中我们就好像书写啦、画画啦、运动啦、插花啦、下棋等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能够帮助我们从情绪的压力中呢走出去。我自己是不能没有音乐的，也不能没有运动。音乐不只是能抒压哦，还能陶冶人的性情啊。没有音乐的人生是枯燥的人生啊，而规律的运动能够让人每天保持神清气爽啊，也能让身心处在最佳状态啊。这个我是体会深刻啊，所以我维持的听音乐跟运动的习惯已经超过30多年了，没有中断了。啊，那举例来说了哈，我早期在海外本来是身兼2个分会、慈济分会的执行长啊。那回来在台湾净思精舍前面的7年里面呢，什么头衔也没有啊，因为我是裸退啊，只是一个志工而已啊。可是在这个7年里面呢，我也悟出了一个人生的哲理啊，这个哲理就是说，与其要别人对我们重用，不如我们自己先自重。别人对我们不重用，而我们自己又不自重，则人生的路会越走越沉重。不管别人对我们有没有重用，只要我们自己很自重，则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因为天生我材必有用，很有道理啊。就好像我的父母啊，往生之后啊，把大体捐给慈济医学院嘛，他们都是当的大体老师啊。那其实人死了以后，身体就是个臭皮囊啊。那要把这个没有用的臭皮囊啊，拿来给医学院的学生做解剖啊，或者模拟手术之用啊，来增进医学院学生的这个医学知识跟医术啊。那他们不但做医学院学生的大体老师啊，那这个以佛法来讲更是舍身菩萨啊。这个就是看似无用，实则大用特用。这个就是无用之用也是妙用啊。那没有用的大体都可以这样妙用了，何况是我们活生生的人体，那更应该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啊！所以对这样的道理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深具信心，否则的话，你空有一个身体，那常常是漏电而没有力，这样就变成什么？无魂有体，亲像稻草人啊！那稻草人哪里会有力量呢？要有力量就要怎么样？边做边充电，边跑边充电啊！这样才有办法随时啊电力放送啊！那再举一个例子，现在我有一个慈济基金会慈善副执行长的头衔，那这样到底是有头衔还是没头衔呢？有还没有啊？看似有啦，实则空。那为什么是空呢？因为以正信佛法来讲啊，头衔也是一种假名相。那为什么是假名相？因为有生有灭，有来有去，这个叫做有为法啊。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不是吗？现在还没卸任，所以有；将来有一天卸任之后，就变成空。所以不止卸任之后一场空，将来死了以后也是一场空。
为什么？因为万般带不去啊，所以是一场空嘛。但是真的是空吗？好像也不空哎，看似空，实则有啊。那为什么是有呢？因为还没卸任嘛，所以暂时还有，暂时哦，不是永久，暂时还有。那将来有一天卸任就没有了嘛，甚至将来死的时候，不要说头衔了，什么都没有了。那这样是真的空了吗？不过看似空，实则有哦。为什么？因为唯有业随身嘛。这个业是什么？因果跟业力不空啊，这两个都还会有啊。那这样说来，照你这样子说来，一下有一下没有，那到底有没有啦？这个就是真空妙有，妙有真空的道理啦。同理呀，行善有没有功德？说有也对，说没有也对。那到底是有还没有啦？无所求就有啦，有所求就没有啦。差别就是在离相还是着相啦。离相就是无漏功德啦，着相就是有漏功德啦。举个例子，竹子啊，竹子是真空嘛，不是吗？把它做成竹筒那再把钱放进竹筒里面，这样就变成妙有啦。那竹筒存了一些铜板以后，把这些铜板拿出来去行善，让黄金变爱心呢。那这个时候，竹筒里面的黄金没有啦，那就变成真空了吗？这个就是什么？空而非空啊，有而非有的道理啦。我们回到刚刚讲的头衔哈，不管有没有头衔啦，我应该还是原来的我啦，不应该有所不一样如果感觉不一样，那就是换了一个位置，就换了一个脑袋。刚开始做志工，什么头衔都没有，还能够付出无所求啊。但是，一旦让他关上什么长之类的头衔呢，可能就会有所求了哦。为什么？因为会要求别人接受我们的意见，或勉强别人呢接受我们的意见，这样也是有所求，烦恼就来了。人性的弱点是这样子的，只要有一个头衔，会有一点权力，稍一不慎就会起我慢心而造成什么依事不依道依自己的权势而不讲道理这个在人群中不难发现这样的现象而我们一旦看到这样，看到别人这样我们就要见不贤而内自省不是反省检讨别人，而是警惕自己所以学佛是依道不依事依道理跟依德行。众生缘不够，很难教化众生那德不够，很难以德服人尤其是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所以孔子才说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险不及宜意思就是说，地位很高，但是道德呢浅薄或想谋划大事情，但偏偏智慧不足，或想承担重任，但偏偏的力量很微弱，这样就会造成什么？不但成事不足，还会拖垮自己刚刚讲的这个3个问题加起来，就叫做德不配位了。要配位，就要先能载物，那厚德才能载物嘛。那为什么有些人年纪轻轻就英年早逝有些人是一出名就出事情有些人呢一升官就得了重病有些人呢才刚搬进去豪宅就出了车祸，这些都是发生在我们生活周遭的事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的4个字：德不配位嘛。那我们所有的财富、名利、地位，用一个字来形容，就叫做物。那物要靠什么来承载？要靠德来成长，所以叫做厚德载物嘛，对。心灵没有漏电我们才能够充满正能量心中有正能量呢，才能把正信佛法落实在生活中这样就是活生生的人间法好，我们今晚的读书会，别让心灵漏电就讲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心电感应，电力无穷法力无边也祝福大家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是